又上当了。刘邓共军藏在湘西，我们的警报部门是一群智喽。当李宗仁签字释放了所有在押人员后，被释放的人不顾警卫的劝阻，竟然直接在监狱门口放起了鞭炮。而沈醉的电报此时已经发往了重庆。当老蒋得知卢汉竟敢不听他的命令私自放人后，瞬间勃然大怒。他的胆子也太大了，竟敢把抓到的人全都放了，这还得了？身为卢汉好友的张群又开始替卢汉解起了围。为了转移矛盾，他直接把责任推到桂系头上，责怪李宗仁太过专权。卢汉身为云南省主席，想息事宁人也很正常。他还表示，如果现在撤掉卢汉，势必会让云南的局势更加混乱。依你的意思呢？依我之见，还是不要撤掉卢汉。目前只有全力稳住卢汉，让他和我们一块儿实行应变计划，方为上策。必要的时候，我再去趟昆明。此刻的张群可以说是卢汉的再生父母了。卢汉能交上张群这样一个朋友也是幸运。如果此时没有张群帮他作保，怒火中烧的老蒋必定立马拿卢汉开刀。卢汉在没有任何准备之下，李弥和余承万的2个军轻松就能荡平昆明。经过张群的一顿分析，老蒋也彻底冷静了下来。又想到昆明自己还有2个军驻守，他料定卢汉也不敢怎么样。现在沈醉对卢汉进行日夜监视，到时候他再不听话，再对他进行处理也为时不晚。好吧，按你的意思办。此时的老蒋为了大局考虑，只能妥协张群的建议，但心中那颗怀疑的种子早已生根发芽，这也为日后的悲剧奠定了基础。就在老蒋还在为卢汉的事情头疼之时，一个更坏的消息即将到来。我军的刘邓大军在改变行军路线后，已经悄悄来到了湘西，并随时做好了进攻大西南的准备。由于我第4野战军发起了向广西的进军，敌从贵州抽出一部分兵力驰援广西，这样就会给了我们一个进攻贵阳的好机会。如果我们向南插过去，就会给他们一个措手不及。此计一党，司令员下命令吧。1949年11月1日，我2野大军在刘邓首长的指挥下，与北起巴东，南至湘西的千里战线上，对在大西南的国民党残部发起了多路攻击。战至11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贵阳。当老蒋在得知川东大门失守后，瞬间再次暴怒，不由拍桌大骂娘西皮。又上当了，对有关人员要追查严办。对于国军的失败，小蒋早已见怪不怪。为了安慰老蒋，他将战败的客观因素推到了不可抗力上。但老蒋可不这么认为，他将矛头指向了前线的将领。川东防线是宋希濂在防守，现在川东失守必须要有人背锅。而就在这时，于继时掏出了一份宋希濂的电报，将锅又甩向了桂系。宋希濂将军来电，责怪白崇禧长官各行其事，不顾全局，只顾广西。李宗仁把中西狼狈为奸，作为代总统不干好事。前几天还到昆明拉了一泡屎，他们将死无葬身之地。此时老蒋甩锅的行为已经成了一种习惯，甚至是一种心理防御机制。明明是他自己调动大军驻守秦岭，忽略了川东防线，现在失败了，又将失败的责任甩到政治对手李宗仁的身上，生怕承认了自己的战略失误会动摇自己的领袖形象。这与当初在陈官庄空投亲笔信葬送杜聿明30万大军的一幕何其相似。在西北战线，胡宗南长官已经识破了共军贺龙部的企图，主动撤出了秦岭防线，仍保存3个兵团的作战实力。冷静下来后，老蒋立马又重新做了部署。他急令胡宗南迅速向四川撤退，依托剑门关天险节节布防，并让他派出第1军保卫重庆的安全，又安排罗广文兵团和西撤的宋希濂兵团共同扼守川东和川南防线。随后，他又与众将领聊起了老生常谈的问题。美国要我们坚守半年，我们要坚守3年。至少1年。但对于这种画饼的行为，汤瑶早就听腻了。他直接在这个时候告了卢汉的刁状，把卢汉如何拒绝国防部和李弥、余承万2个军进入昆明的状况都阐述了一遍。沈醉对卢汉的监视证实，卢汉暗中与中共有勾结。毛人凤也主张对卢汉早日密裁。听完汤瑶的话，老蒋不由看向一直为卢汉作保的张群。此刻的张群只能尴尬地低下了头。这个目前战局更加险恶，非万不得已放口出。
为了以防万一，老蒋还是命令汤瑶对云南实行武力封锁。他让汤瑶尽快带领2个军进驻昆明附近。紧接着，老蒋又看向张群，他要张群即刻动身，好好去安抚卢汉、刘文辉、邓锡侯这些各省的地头蛇，以防他们突然起义。要告诉他们，共产党不仅要我的命，也要他们的命。如果他们置若罔闻，不听规劝，那我蒋某绝不手软。张群听完后立马起身，大喊委坐高见。从这里也能看出，国军已经彻底日暮西山，既有内忧还有外患。而老蒋此时还在用胡萝卜加大棒这种常规的管理手段来约束西南地区这些军阀，真是可笑。所谓的安抚不过是虚伪的客套，而想直接武力威胁，又因为有外部力量的冲击而厉色内敛。老蒋的种种犹豫已经暴露出了他的无奈，这种瞻前顾后、优柔寡断的矛盾心态，也注定了他的结局。